这部电影的最后，男主钻回娘肚子里，亲手用脐带了结了自己，但观众却纷纷表示这是他最好的结局。这天在学校里，老师让同学们画一幅画，主题是长大后要做什么，而7岁的艾文竟然画了一幅杀人的画。更加奇怪的是，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画过这幅画。老师急忙找到艾文妈妈，看过画后，妈妈慌了，难道儿子会和他父亲一样变成精神分裂吗？他急忙带着儿子去看了心理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艾文每天都会写日记，记录日常，可他失忆的症状却没有丝毫好转。这天下午，艾文在和邻居家兄妹小美和小帅玩耍时，两兄妹的爸爸却突然拿出了一台摄像机，邀请艾文一起拍电影。可下一秒，他就脱光了衣服，站在地下室里，身边还有同样情况的小美。前面发生什么，他已经完全记不清了。艾文总是这样忽然失忆，可是每次的检查结果都显示没有问题。医生推断这可能是太过思念父亲导致的，便建议让艾文见见父亲。于是妈妈就带艾文来到精神病院，爸爸戴着手铐被人带进了房间里。在艾文的记忆中，上一秒他还在和父亲谈心，下一秒爸爸却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为了制服疯狂的爸爸，安保们直接一棍子敲到了他的脑袋上，爸爸也因此当场离世。时间一晃而逝，艾文也渐渐长大，他失忆的症状却一点也没有改善。这天，小帅无意中翻到了父亲的雷管，向艾文他们提议找个东西炸一炸，于是让另一个小伙伴小胖将其放到别人家的信箱里。正当大家等待爆炸之时，下一秒他们却出现在森林里，伙伴们都十分惊慌，小胖则目光呆滞地躺在地上。艾文意识到应该是出事了，但他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询问朋友们，他们也是沉默不语。自此以后，小胖更加沉默寡言，小帅也变得偏执暴躁异常。只要看到艾文和小美接触，他的眼中就充满恨意。过了一段时间，小帅彻底疯狂，他用麻袋把艾文的狗装起来，来准备将他活活烧死。这一幕被艾文、小美和小胖看见，他们赶忙上前阻止。小帅直接掏出了一块木板，一下子就将小美打昏了过去。艾文在挨了几板子后，也被打倒在地。就在小帅准备点火时，艾文起身向他扑了过去。就在这时，他再一次失去了记忆。等他醒来之后，小狗早已经被烧成了灰烬。这件事情之后，妈妈下决心要带艾文离开这里。临走前，他向小美承诺一定会回来。一晃7年过去了，艾文再也没有出现失忆的症状，开启了新的生活。这天，他把约会对象带回家，对方无意中看到了艾文以前的日记，他让艾文读给他听。艾文刚打开日记，就发现日记上的字竟然开始剧烈晃动了起来。那天烧狗的记忆也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小帅把他打倒以后，小胖想趁机救出狗狗。小帅威胁他，如果执意要救狗，就趁他妈妈睡觉的时候割开他的喉咙。小胖被吓得愣在原地。清醒过来的艾文觉得不对劲，这似乎是以前经历的事情。他又回到以前的住处，找到了小胖，想得知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小胖却只开口说了一句话：小胖的话也验证了脑海里的事情确实发生过。难道看日记能恢复记忆？艾文急忙打开日记，翻到爆炸那天。阅读日记后，他再次回到了爆炸现场。在他们投放雷管之后，一个妈妈带着孩子走到了油箱旁。看到这一幕，几人吓得慌忙逃窜。找回记忆后，艾文还想知道当年在地下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找到了小美。小美看到艾文非常开心，当得知艾文只是想找回记忆，并不是与他再续前缘，小美崩溃地大哭起来，并埋怨艾文无情无义，往他的伤口上撒盐。见小美如此，艾文十分不解。第二天，他收到了小帅的消息，小美羞愤自杀了。思不得其解的艾文下定决心要用日记回到过去，救下小美。经过一阵晃动后，艾文回到了地下室。那天，小美爸爸竟然提出了一个变态要求，艾文让小美捂住耳朵，然后警告小美爸爸 In the next 30 seconds, you're gonna open up one of two doors. The first door will forever traumatize your own flesh and blood. What's happening? How are you doing this? It'll change your daughter from a beautiful child into an empty shell, whose only concept of trust was betrayed by her own sick pedophile father. Ultimately, it'll lead to her suicide. Nice work, Daddy. Who are you? Let's just say you're being closely watched, George. Your other option is to treat Kaylee like a loving father treats his daughter. 小美爸爸吓得点头答应。艾文又对他说，让他管好小帅，因为他是个变态的暴力狂。等艾文醒来，新的记忆涌入他的脑海，他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变化。此时，小美正躺在他身边。这一时空中，艾文和小美一起长大，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两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在当天晚上，艾文的车就被砸了，车上还被挂了个狗项圈。艾文明白这一切都是小帅搞的鬼。这一时空的小帅是他们中过的最惨的一个。那次地下室谈话之后，爸爸再也没有伤害过小美，反而因为艾文的话开始虐待小帅。原本就偏执的小帅，经过虐待毒打之后，更加暴躁易怒。看着幸福美满的艾文，心里愈加不平衡。他找到艾文，直接把怒气撒到了艾文身上，几个来回就把他打倒在地。这时，艾文掏出防狼喷雾，对准小帅喷了过去，顺势将他压倒，接着一棍子就将小帅打得领了盒饭。艾文也进了监狱。
狱，在狱中，他一直被别人欺辱。艾文对他的结局非常不甘心，想要改变这一切。他让妈妈送来了日记本，可刚拿到手就被狱霸抢走了。为了拿回日记，艾文找到肌肉哥请他帮忙。他谎称自己有超能力，为了获得肌肉哥的幸福，他拿起剩下的几张日记，回到了7岁的时候，在美术课上，心中憋屈的艾文画下的那幅杀死监狱里那群恶人的画面。艾文的双手上就凭空出现了疤痕，肌肉哥相信了他的话，帮助他拿到了日记。艾文打开日记，瞬间回到了烧狗那天。他找到一块锋利的铁片，交给小胖让他割破麻袋，自己则对小帅进行一番劝说：要是你继续这样用暴力解决问题，一定会被关进少管所，这样的话就会独留小美一人面对父亲的折磨。听完这些话后，小帅幡然悔悟，急忙打开了麻袋。可就在这时，小胖竟然用铁片杀掉了小帅。艾文再次醒来，这一时空的记忆又涌现到他的脑海。哥哥的离世让小美童年充满阴霾，长大后又被黑社会拐骗，彻底堕落。小胖也疯掉了，被关在了精神病院。艾文很是不解，他每次回去都希望让大家有个美好结局，但是他们的人生却越来越糟。艾文突然想起了在精神病院的爸爸，他是不是也有着相同能力？艾文翻开日记，回到了和爸爸见面那天，希望爸爸告诉他如何才能让大家的人生都变得美好。爸爸却说：你永远都无法改变别人的人生，再这样下去，你会害死你和你妈妈的。That's bullshit, you know? I'll send you a postcard when I made everything perfect again. No, no! 艾文找到小美，跟她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小美却丝毫不信。她对艾文说：如果你真的能改变过去，为什么不回到过去，救下那对被我们炸死的母女，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不会如此凄惨。艾文回家之后翻开日记，回到了爆炸那天，他在即将爆炸之时扑倒了那对母女，最后被炸的人变成了艾文。等他醒来之后，发现这个时空大家的生活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救下那对母女后，小帅逐渐变成了好学生，小胖和小美也成了一对情侣，唯独艾文被炸成了残疾。但他觉得这个结局也算不错，可母亲却因为他残疾的双手染上了烟瘾，导致现在患上了肺癌。艾文不忍心看着母亲就这样离世，他决定再一次改变过去。可他的手断了之后，再也没有写过日记。艾文只能回到比爆炸更早的时间，他决定毁掉雷管。于是他回到了地下室那天，找出了雷管。可在拉扯过程中，雷管落到了小美身边。在这个时空里，小美被炸死了，而艾文也被关到了精神病院。他找到医生，想要回自己的日记，可医生却说根本没有日记。他还在说话中提到，之前艾文的父亲也是这样，天天跟他要照片。艾文终于知道了爸爸是通过照片回到以前的，于是他找妈妈拿来生他时候的录像带，他想通过录像重回自己生命的起点。随着一阵剧烈摇晃，艾文回到了妈妈的肚子里，他用双手掐住脐带，结束了自己还未开始的生命。伴随着胎心间侧移的长鸣，艾文就这样死了。再后来，妈妈和别人有了孩子，小帅和小美回到了妈妈身边，健康快乐的长大。小胖也有一群爱他的家人和朋友，这一次他们都拥有了一个美满的人生，只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个婴儿在娘胎中了结自己换来的结局。